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声称其涉嫌破坏军事现代化的稳定。同一天，美参议院提出了一份长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妄称要从人权、提供安全援助和投资打击虚假信息3方面对付中国。有分析指出，从科技到经贸等各个领域，美国不断惹是生非，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中美关系竞争、对抗以及合作将会并存。被列入所谓实体清单的7个实体分别是天津飞腾信息技术、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深圳市信维微电子、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以及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这些实体为中国军方制造超级电脑，协助研发先进军备及国家安全系统，包括核武器及高超音速武器等。美国商务部指出，超级电脑对现代化武器与国家安全系统发展至关重要，美方将尽力防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支持这些破坏稳定的军事现代化行动。列入名单的机构或企业若要从美国供应商购买产品，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并面临严格审查。新措施即时生效，但不适用于已付运的货物。在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表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滥用实体清单，不择手段地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由来已久，但中国超级计算机依然凭借自主创新跃居全球领先地位。美国的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发展的步伐，只会更加坚定中国自主创新的决心和意志。针对美方的有关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外界关注到，就在美方宣布所谓制裁的前一天，《华盛顿邮报》煞有介事的报道称，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向中国西南部一个隐蔽的军事设施提供超级电脑，高速运算模拟超音速导弹穿越大气层时的高热与阻力。报道还引述前美方官员的观点，妄称中国会使用这种导弹对付美国航母或台湾。实际上，围绕超级计算机，世界各大科技强国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展技术竞赛，而中国超级计算机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一直被美国所忌惮。据报道，目前在超级计算机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有226台，美国有113台，日本有29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简军波分析认为，美国对中国开展科技领域的制裁，上次是华为，这次是超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备强大电子运算能力。华为 5G 在数据处理上是速度超快，超算讲究的当然也是超级速度。速度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掌握先机，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则意味着战场上瞬息之间的生或是死。我国的这个超算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反映出美国在保持高新技术优势方面的这种自信心不足了。这个是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国际关系准则的范围了，是在行为方面已经变得不那么符合常规了。此外，当地时间周三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有关美国就业计划的演讲，再次大力推销高达2.2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时，将其描述为对抗中国崛起、确保美国在世界舞台霸权的成败攸关之举。这也是拜登在一周内第2次利用中国推销他的基建计划。加强与中国开展全面的战略竞争，似乎已经成为了美国政府的主基调。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当天发布声明表示，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
这份长达283页的法案草案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起草，将从人权、提供安全援助和投资打击虚假信息3方面对付中国。法案的重点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有力量在国家和国际力量的所有方面与中国开展竞争，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值得警惕的是，这份法案草案也提及所谓美台关系，宣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部分，并叫嚣美台官员互动不应有所限制。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该法案最终如获通过，意味着对美国官员和台湾当局互动的所有限制都将失效。路透社在报道中用大规模、全面、广泛一词形容这项法案，称这反映了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彭博社则认为，该法案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正式公之于众。这是他们这个对华这两党取得共识，这也是中美斗争当中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不是成为它核心政策呢？可以这样讲，竞争会成为它对华政策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某些领域会要对你进行这个打压，在某些领域要对你进行竞争，还有呢，在某些领域必须跟中国进行合作，比如包括在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治理的领域，今后中美关系的在竞争、这个对抗以及合作方面呢，都会存在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美国参议院推出获得两党议员支持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加强美国与中国开展全面的战略竞争一事，您是如何解读？我认为这一法案的提出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美新一轮的世纪性战略竞争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正式上台之后，曾经把中国定位为了最严峻的竞争者。而在后来出台的临时战略方针中，又把过去应对中国的接触加防范两手策略，正式升级为了新三板斧，也就是竞争、合作与对抗。而这就是美国国会推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的大背景。而在我个人看来，美国国会把跟中国的战略竞争正式上升到法律与制度层面，恰恰是源于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的分歧与对抗。当然了，有分歧与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要把他那一套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强加在中国头上，而中国又坚决不吃那一套，于是对抗便必然会发生。那么既然由美方挑起的这场对抗是带有必然性的，是中国避免不了的，我个人就希望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要约束好自己，尽量管控对抗的烈度与强度，尽量避免使得双方的对抗走向势不两立，尤其是走向战争。同时，我个人还希望中美这场对抗最终能够走向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的轨道。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甚至认为，只要竞争是良性的，美国国会提出的法案摆出要跟中国全面竞争的架势，并不是一件坏事。既然美国不服中国，那大家就来比一比，究竟谁的经济与科技实力更强？究竟谁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更好？究竟谁能够更加造福于国内人民与世界人民？那么在您看来，最终中美之间的这场世纪性竞争能够避免恶性竞争，转而走向良性竞争吗？说实在的，虽然当前中美关系给人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但我个人对于未来中美的竞争前景仍然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事实上，跟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恶性对抗与竞争，并最终导致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垮台而告终的结果不同。过去几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其实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对抗的大背景下，维持了一种相对良性的竞争。这种良性的竞争不仅最终让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也让美国变得更加富裕了，更让全世界享受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与繁荣。30年前，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尤其是美国的富裕与现代化，激励甚至是刺激了中国，让中国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不得不迎头直追，开启了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历程。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良性竞争。然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经过10多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不仅经济实力上来了，综合国力上来了，而且自信心或者说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上来了。尤其是10几年前，中国的 GDP 跃居全球第2。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海啸，以及去年和今年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深陷在新冠疫情的泥沼中。这3个标志性的事件，更让不少人产生了东升西降的这样一种判断。而这样一种局面又反过来刺激了美国，让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产生了要重建美国的经济科技实力，甚至是重建美国的社会与宪政民主制度，重新跟中国开展一场新的竞争，重新跟中国扳一扳手腕的这么一种念头。拜登出台的高达4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重新振兴美国科技，尤其是5G 技术的计划，以及开始重新反思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都是因为深受中国刺激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美国摆出的要跟中国全面竞争的架势，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火药味十足，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相互激励与相互激荡。我甚至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真正动力，其实是来自于竞争，尤其是来自于政治对手的竞争。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也许若干年以后，美国应该会感谢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惊醒了美国，才使得美国上上下下产生了危机意识，并且下定了要重建美国的决心。美国商务部宣布把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的行为。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在前面讲到了，中美之间有对抗与竞争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管控好对抗的烈度与强度，同时让双方的竞争维持良性的态势，不要走向恶性的竞争。那么什么样的竞争才是良性的？什么样的竞争才是恶性的呢？我认为，但凡认识到自己差距之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且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竞争，就是良性的竞争。而一味的从对手身上找原因，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对方，并且习惯性的扯对方的后腿，阻止对方发展的竞争，就是恶性的竞争。而只有良性的竞争，才既有利于美国自己，有利于中国，也是有利于世界的。以这个标准来套，美国在贸易上竞争不过中国，就通过加税的方式来打压中国的经贸；在科技上，为了摆脱中国的追赶，就通过限制技术出口的方式来跟中国竞争。这就是属于心态没有摆正的典型的恶性竞争。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外交部举办第7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针对今年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涉疆数据库，新闻发言人徐桂香用详实的数据和事实予以驳斥。记者会专门播放了一段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有关视频。作为散播所谓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到底是何居心？来看看报道。今天呢，我们在此举办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就是要揭开这些所谓的数据库的盖子，一起看看有关机构和人员的真实情况，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炮制了所谓新疆数据项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过渡期司法数据库，笼络收集了一批所谓的证人证言，妄图以假乱真，诋毁新疆，蒙骗世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香在发布会上指出，这些所谓涉疆数据库肆意采取无中生有、杜撰篡改、移花接木等造假手法，编造了一批所谓受害者名单。经过认真的研究核对，这3个所谓的数据库，共涉及12050人，查实了
10708人，1342人属于凭空编造的。那么在查实的10708人当中，有6962人在社会面上正常生活，3244人因危安暴恐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被判刑，238人因疾病等原因死亡，另有264人在境外。事实上，所谓新疆数据项目正是由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建立，背后的金主正是美有关政府部门和反华组织人权观察。他们编造的所谓被关押人员，实际上都在正常生活，还有一些人员因触犯了中国法律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经认真研究核对，这些所谓证人其实是被美西方反华势力雇佣的，在境外靠抹黑新疆为生的演员。涉疆问题呢，只是美西方打压和阻滞中国发展所有这样布局中的一个环节。美西方这样做的这个目的呢，是制造谎言，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抹黑事实真相，以此呢来弱化和分化中国。世界卫视注意到，现场展示的视频中就有对涉嫌诈骗罪的沙伊拉古丽沙乌提巴伊的揭露，他早已被媒体曝光与美国资助的东突组织有关联，曾被美国国务院授奖，颁奖人正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过去几年，这位史上最差国务卿把撒谎抹黑作为家常便饭，以明火执仗的强盗逻辑，以埋雷纵火的中情局把戏，在涉疆问题上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次突破道德底线，不断散布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尤其是在任内的最后一刻，蓬佩奥公开给涉疆政策扣上所谓种族灭绝的恶毒帽子。近期，蓬佩奥收到了来自志同道合的福克斯电视台的橄榄枝，将以特聘专家的身份加入福克斯新闻。事实上，除了蓬佩奥，白宫前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和白宫前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也已经确定加盟福克斯新闻。蓬佩奥呢，他抛下这样一个所谓的种族灭绝的谎言，一是为了给这个中国人民添堵，这是蓬佩奥长期以来奉行的反华极端立场在政治上的一种体现。那么另外呢，实际上呢，也是为了在美国的这个政坛上留下一点自己所谓的响声，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的一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操弄。近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频繁操弄涉疆议题，罔顾事实，不断抹黑中国的行为，让一些国际媒体也看不下去了。澳大利亚媒体连发8篇特别报告，详细揭露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支持新疆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报告指出，美西方将涉疆人权问题政治化，意在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去年10月至今年3月，澳大利亚公民党下属刊物《澳人警示服务》连续刊发8篇题为《新疆欧亚中心地带的中国西部边境》的特别报告。经整合后，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通过广泛调研，罗列大量事实披露。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欧亚政策始终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标，是地区局势动荡的幕后元凶。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等企图建立东突厥斯坦或寻求新疆独立的反华机构和极端组织陆续涌现。2004年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经向此类海外组织投入876万美元，用于反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报告分析，正是由于美西方国家邪恶的推动，极端思想在新疆传播迅速，恐怖分子也纷纷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战场进入新疆，一些暴恐组织还公开威胁袭击中国人。新疆一度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1997年至2004年，因恐怖袭击而丧生的平民超过1000人。在近日发布的第4部新疆反暴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中，就揭露了一小撮长期潜伏在新疆内部的两面人是如何与境外恐怖势力勾结，妄图从内部破坏中国反恐，去极端化工作。
此外，澳大利亚媒体发布的特别报告还揭批美英等国多年来利用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炮制涉疆虚假信息，对华打新疆牌。早在2003年，美国中情局就曾建议，美国在未来面临与中国的危机或对抗时，不应排除将新疆牌作为施压手段的选项。在此策略指导下，美英及盟国情报机构和反华学者操纵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炮制大量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极端压迫的虚假信息，通过鼓动相关组织开展分离主义活动，使不明真相的大众产生新疆民众支持独立的错误印象。报告详细揭露美西方国家的涉疆谎言产业链。首先，由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等组织搜集一小撮极端反华仇华的海外维吾尔人的言论，以此杜撰涉疆报告。接着，发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机构进一步炒作和散布这些虚假信息，再协调西方主流媒体对此进行扩散。美西方利用涉疆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是早有预谋的，也是早有策划的。这是美西方遏制中国发展、进行系列反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为首的智库在这条捏造涉疆虚假信息产业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去年9月 ，ASPI 曾发布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妄称研究人员找到了新疆380个疑似集中营的地方，同时根据卫星地图推断，新疆近年新增很多拘押设施。然而，外界经百度、谷歌地图对比报告中的地图坐标，发现这些所谓集中营实为当地敬老院、各地中小学等机构。澳人警示服务去年发表的另一系列报告《中国叙事》就撕开 ASPI 独立学术研究组织的外衣，揭露它实际上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传声筒。报告提到 ，ASPI 与外国金主之间存在大量利益输送、裙带勾连等问题。作为 ASPI 最大外国金主，美国国务院过去一个财年对其资助近140万澳元，同比爆炸式增长367%。这些资金全部被用于反华项目。报告指出 ，ASPI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国内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的反华舆论，让澳大利亚人持续遭受虚假信息的影响，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中澳关系。近期，美国不仅出动航母到南海秀肌肉，在台海方向呢，也是频频挑事、兴风作浪，为台独势力壮胆张目。而台当局则是挟洋自重、吹哨壮胆，借着美国的撑腰，升高两岸对抗态势。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就宣称，如果大陆发动袭击，台湾将奋战到底。有评论就指，台当局所谓战斗到底的说法，恰恰是惊慌的表现。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4月4号从日本宫古海峡经由台湾地区东部外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台媒报道称，为所谓防范辽宁舰航母编队，台军海空导弹部队全都提升戒备级别。报道称，当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东海进行演训时，台北部地区爱国者防空导弹阵地均已进入备战状态，而台海军的海锋大队所属的岸基雄风2亚音速反舰导弹及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阵地也都接到台军联程系统指挥待命，丝毫不松懈。报道称，辽宁舰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之际，花莲、台东的空军基地内的天宫防空导弹系统都已进入戒备状态，甚至连基地内的天空卫士防空雷达系统也已启动。与该系统相互联网的双联35毫米速射高炮麻雀防空导弹发射架也已进入部署状态，与过去停机状况大不同。每一次呢，针对解放军的活动呢，不管是台军还是台当局，反应呢都是这个非常的敏感的，是这种过度反应的。这就反映出呢，首先呢，对于当前蔡英文当局来说，一方面呢在实行以武拒统，在不断的搅动台海的局势，但同时呢，台独势力内心的这种慌张和焦虑是十分的明显的。所以，针对解放军的任何一个动向，台当局呢都会跳起来，都会过激的反应。除了对大陆舰机活动高度戒备外，台军还暗中提升武力部署。台军方媒体《青年日报》日前的一篇报道称，台湾海军执行马公运补任务过程中，与登陆艇队和群艇配合，实施围艇手结合，顺利将车辆运补上岸。文字内容并无敏感信息，但报道附图为2辆雷达车登岸，配图虽然并未说明功能或型号，不过却泄露了天机。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Alter5随后在报道中称，
青年日报的新闻报道不小心泄露了运往澎湖岛的反隐身无源雷达系统的照片。报道称，到目前为止，该系统从未在公众面前亮相。报道同时引用2张雷达车正后面照，指明这是反隐身无源雷达系统，号称可追踪大陆的战机已经部署至澎湖。除了提升军力部署，近来民进党当局有不少官员频频对大陆放硬话。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对外媒说，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加，如果大陆发动攻击，台湾将会自卫直到最后一天。周四，吴钊燮又鼓吹称，台海局势紧张状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岛内民众一定要有保卫台湾的决心。除了吴钊燮，近来民进党当局有不少官员对大陆放出硬话。7号，台海委会主委李仲威宣称，大陆无人机如果进入台湾空域上方摧毁区，将依照处置规定办理，该开火就开火。此前，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还曾叫嚣，大陆打多久就赔多久。一方面呢，与美国进行这种舆论上的呼应，符合台当局挟洋自重的目标。那么同时呢，台方的这种炒作，尤其是面对媒体的炒作，也是试图呢保持台海地区的相对的热度。保持热度会让台当局呢获得更多来自于美国的关注，甚至获得台当局一直想获得的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协防的承诺。那么如果能够拿到这个承诺的话，对于台独势力来说呢，无异于是吃下了定心丸。所以呢，不管是舆论配合，还是呢进一步的搅动加戏，其实都反映出的是当前呢台独势力仍然在台海局势中扮演着更加负面的角色。环球时报评论称，吴钊燮的所谓战斗到底说，是台湾当局对面临武统风险和要战斗到底的一次罕见表态。很显然，民进党当局自知他们将台海局势带入了死胡同，政治和军事对峙不断螺旋式上升，走向缓和的政治前提已经被毁掉，他们有了战争终将爆发的真实担心和恐惧。实际上，台当局近期的一系列嚣张表现离不开美国的推波助澜。周三，美方不仅再次派遣麦凯恩号神盾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还无理声称，美国对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持续不断的所谓恐吓行动深感关切，美方有能力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所谓胁迫。观察指，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几十年前了，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美全球博弈形势也在善变。过去，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就能够产生压力。如今，美国再怎么宣示保卫台湾的决心，也已经吓唬不住大陆。和平统一是大陆的善意，而不是在威胁之下的被迫选择。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次数明显提升。4月4号，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日前进入南海。4月6号至7号，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南海与马来西亚空军开展了联合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消息中说，罗斯福号航母及其搭载的11舰载机联队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进行了多种类型的空战训练，并表示两国都有机会磨砺战术，提高并肩作战的能力。演习的重点是两国联合空中作战和部队整合。美国太平洋舰队还老调重弹称，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正按计划在美国第7舰队辖区部署，以协助确保所谓海上自由，维护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并对潜在的有害行动起到威慑作用。美国太平洋舰队还公布了罗斯福号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战机联合演习的画面，可以看到从罗斯福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EF 舰载战斗机与马来西亚空军的苏30 MKM 多用途重型战斗机组成编队，从罗斯福号航母上空飞过。马来西亚的苏30 MKM 战斗机由俄罗斯制造，是马来西亚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这种俄制战斗机在美军航母上空飞过的情况并不多见。苏30呢飞越美国的航母，从这个画风上来看呢，确实是有一些轻奇，但是呢，这种轻奇的画风的背后呢，可以看出美国的一些刻意的设置，是美国希望能够使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合作，包括以军演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展现出两国呢对于安全合作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尤其是马来西亚呢派出顶尖战机，符合呢美国当前呢在这个南海与这个地区国家来进行军事上互动的一种总体的需求，能够通过
过这一系列的动向，展示美国在南海的这种军事上的力量，来塑造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使地区国家更多的关注到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美国在地区的这种总体的把控的能力。针对美方一系列挑衅行为，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上月曾明确指出，中国无意挑战谁，但谁的挑战也不怕；中国不想威胁谁，但谁的威胁也没用。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亚太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钟先生您好。美军航母在南海与马来西亚空军开展了联合演习，还上演了俄制重型战斗机飞越美军航母的罕见一幕。您对此如何评论？这个美国展示这个军事力量呢，实际上是这个现任这个政府想维持和彰显他重视这个盟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这个美国军事力量呢，历来被认为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的这个支撑性的因素，所以他要维持一个美国这个权力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显示呢，他必须要展示他的武力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在南海区域，并且跟马来西亚来搞这个联合军演习呢？那么这个呢是美国这个县政府它要拓展它的印太的一个地区影响力那么对于美国印太战略来说呢，这个东盟的这个反应东盟的这个意见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也想向地区内的国家呢展示美国对这个区域的一个重视。在美方的所谓撑腰壮胆下，台当局声称战斗到底。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台当局的这一番表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台湾的战斗能力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笑话就是说要这个应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崛起他根本没有这个力量来制衡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统一的这个决心因为其实按照美方的一个评估我记得几年前这个兰德公司也有一个评估，就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有一个评估，就是说十几年前实际上这个台海两岸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平衡力量已经完全的这个靠向这个大陆这一边就是中国大陆的发展已经是完全超越了这个台湾的这种军事力量无论是美方给予台湾多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包括这个售卖武器都不可能再保持两岸军事力量的一个平衡。这个台湾当局就是说在面临这种这个两岸和平这个统一不可抵挡的这种趋势下呢，竟然还依靠借助于这个美方来这个阻挡这种趋势，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就是其实无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还是对于海内外的这个华人华侨来讲祖国统一是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任务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所以这个历史大势呢，我觉得它是阻挡不了的。所以任何借助于这个美军美方的这个力量来介入，想阻止这个趋势，我觉得都是做这个白日梦。好的，也谢谢钟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四，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表示，他也致信总理李显龙，自己将不再担任第4代领导班子，也就是4G 团队的领军人物。这也意味着他将不会成为下任总理。王瑞杰为何此时此任？李显龙又将交棒给谁？来看看报道。作为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的领军人物，王瑞杰是接替李显龙的下一任总理人选。去年7月25号，李显龙公布大选后新任政府内阁成员名单时，王瑞杰就是内阁中唯一的副总理。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王瑞杰较早时向李显龙发公开信，称新加坡所需的领袖不仅要负责在新冠疫情后重建新加坡，同时要领导当地迈进下一个建国阶段。所以下任总理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制定和推行国家长期战略，及赢得国民的信心和支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和第2任总理吴作栋均在70岁前卸任，而69岁的李显龙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出现超过70岁的总理。他曾表示，最迟在2022年退休，不过这一计划因新冠疫情而被推迟。此外，路透社还指出，王瑞杰2016年曾经中风，他的健康问题也是外界讨论的话题。但王瑞杰周四表示，自己目前健康状态很好。李显龙以公开信回应王瑞杰，称理解及尊重其决定，也对王瑞杰继续担任副总理和经济统筹部长的决定表示欣慰。李显龙说，他相信王瑞杰接下来将协助自己指导新加坡的年轻部长，让领导班子能顺利和及时的交接。
外界颇为关注谁将取代王瑞杰成为4G 领军人。李显龙强调，一旦继任者准备就绪，他就会交出国家领导的接力棒，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李显龙表示，希望4G 团队能在下届大选前达成谁是领导人的共识。据新加坡媒体报道，贸工部长陈振声被认为是4G 领导人的有力竞争者。陈振声曾在2018年被王瑞杰选为4G 团队的副手。陈振声回应称，4G 团队应该有机会从全局重新思考，会在时机成熟时做出集体决定。徐丽萍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说，人民行动党对接班人有严格的遴选制度，目前来看，陈振声确有较大可能。实际上以王瑞杰为属还有这个现在的工贸部长陈振声还有这个教育部长国家发展部长等等吧这应该说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团队。那么这个集体的团队呢，那么在未来，特别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谁能处理得好，谁可能就会脱颖而出。谭尤金认为，新加坡应该会在2年内确认下一任领导者。韩国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议会议员再补选结果周四揭晓，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釜山市长补选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这场地方补选被认为是对文在寅的公投，也是明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作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本次选举会对未来韩国政治版图造成影响。韩国保守派很可能延续这次胜选气势，赢得明年总统大选。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以57.5%的得票率力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朴应宣，第3次当选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朴亨俊以62.67%的得票率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金荣春，当选釜山市长。而在23个选区中，在野党赢得19个，执政党仅赢了4个选区。一般情况下，韩国补选出现在针对总统、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官员、地方议会议员等在任期内死亡、辞职以及选举无效等事由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本次选举投票共选举21名地方政府官员及议员，其中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去年7月因不明原因自杀死亡，前釜山市长吴巨敦因卷入性丑闻于去年4月辞职。就是首尔地区和这个釜山地区的这个胜选在整个韩国政治版图当中，这是2个最重要的城市。他们这2个城市不仅是南北的这个各自，就是韩国境内南北的各自的这个经济中心，也是这个人口的这个中心。因此呢，这2个地区哪个党拿下，其实就标志着哪个党的政治力量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2016年国会选举以来，共同民主党首次在全国范围选举中遭遇惨败。补选结果出炉当天，共同民主党领导层集体辞职，为选举失利负责。有分析认为，许多选民支持在野党并非因为他们的政见，而是为了对文在寅政府做出评判。因为目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文在寅政府在调控房地产等方面缺乏有效政策措施。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房价大涨，累计住房成交量同比增加58.9%，创2006年以来最高值。去年底，韩国政府发布房地产公示价格上调案，旨在通过向高价房产持有者征收更高的房产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稳定房地产价格。但新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有不少韩国民众抱怨，买房租房比以前更难了。其实总的讲呢，是韩国这几年的经济一直不好，房价高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韩国整个经济不好，失业率高企，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仅使具有保守政治倾向的年轻人，而且甚至具有这个执政党就是进步主义政治倾向的年轻人呢，也开始感到失望，自己没有了工作，那么当然就不满，所以呢就用脚投票，那么就转向了自己的这种对立面。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通过韩国青瓦台发言人康明硕表示，将严肃接受国民的问责，今后将以更低的姿态以及更大的责任感治国理政，致力于克服新冠疫情、恢复经济、稳定民生、整治房地产腐败，满足国民的迫切需求。有分析指出，房价飙升引发的民怨沸腾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文在寅政权的去留问题。继李明博因贪污渎职罪，朴槿惠因闺
密干政门相继下狱，韩国的保守派势力一度曾一落千丈。2017年总统大选，文在寅再度代表共同民主党初选，成功入主金马台，成为继金大中、卢武铉后第3名进步派总统。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文在寅政府快速的防疫政策引起国内外一致好评，民望更一度急升至71%之多，也令其在去年的国会选举中安然度过。但随着疫情反复，造成国内经济不景气，房价上涨，更让一般中产阶级家庭难以置业，负债急增。选民对文在寅执政的不满是此次共同民主党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而作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本次选举或对未来韩国政治版图造成影响。韩国保守派很可能延续这次胜选气势，赢得明年总统大选。观察指，若立场相对亲美的保守派明年攻下总统宝座，韩国外交路线恐将大转弯。尤其是美国加强盟友关系的微妙时期，一个立场倾向美国的韩国总统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优先考虑跟朝鲜合作，避免选边站，并采取一种对区域产生稳定效应的外交方式。韩国外长郑义溶在本月访问中国，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时，就明确表示过此类观点。而韩国保守派在安全问题上立场更倾向美国，也更愿意和美国进行大规模军演或批准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访韩之际，保守派国民力量党代理党首金周仁就宣称，韩国应加入美日澳印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共同对抗中国。在野党说话可以尺度更大一些，至于说能不能够变成政策，那么还要看执政的时候，它具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虽然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它自己的国内的执政党轮替，进步主义、保守主义换来换去呢，但是总的一条线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在美中战略竞争当中，它在要不要把自己彻底绑在这个美国战车上这个问题上，始终是不松口的。因此呢，在未来，即便是保守主义政党上台执政，那么韩国任何一个政客都不能不从自己的切实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这个政策。